大家好，玉米除了是重肥的作物呢，而且还算是各种肥都吃的作物啦。要使用自然农法种植呢，地力的支持就非常重要。由于为了方便控制间距与争取一点时间种植的方式是先行育苗后，再采用移植的方式进行种植啊。另外，育苗争取来的时间呢，就可以拿来整理菜地或是晒土啊。这菜床原本长了不少草除草之后的杂草也是使用最近的方式，直接掩埋在左侧的菜床下。这样日后要除草，腰不用弯得太低，也会比较轻松啊。挖出沟槽的目的呢，事先要将玉米种在凹槽里啊。黑土晒干后变白，则是此地土壤的特色。在进行移植前，先将种苗浇湿一点可以让根系带起土壤，方便移植啊。存活率比较高之外，恢复期也会比较短由于入冬后呢，东北季风会比较强为了提升根系的支撑力呢，就继续挖出凹洞种植啊。种植的间距理想是30到40公分可以依据种苗的数量进行调整没有使用工具测量的话呢，可以采用对分的方式先抓出种植范围的中间点对分再对分，距离就可以抓得很准了。种植时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埋入的土壤得压实这样才会方便进行大浇水就可以达到自然农法的放养方式久久大浇水一次就可以了。这也是生殖的好处不怕根系吃不到水而浇水的时候呢，避免冲刷刚种下的幼苗，把水浇在植株的间距会更为理想在过程中可以透过浇水的方式，顺道调整一下地势的高低土壤太高的位置，透过浇水将土壤往植株流这也可以拿来替代覆土的过程。转场王拿瓦来的他也不是不听话啦，只是他用不同的方式呢，来诠释条条道路通罗马的道理一个照，上去。1个月后，玉米成长的状态算是不错当然，杂草生长的速度也不妨多让有人说自然农法也是一种懒人种法只要杂草没有掩盖过作物的生长呢，就可以不用理会了。但是有规则，自然就有例外真让杂草长得比玉米高呢，除非是真的很耐骂了。不过种植无毒自己食用的作物呢，除草这件事永远做不完但是封闭的空间呢，就可以有多一点的承受力杂草在不同季节种类也会有很大的不同在换季期间，草籽的生长会特别快除草也就需要特别勤快。已经完全进入冬季了，就不用那么着急了。由于玉米算是很喜肥的作物据说任何肥分来者不拒原本种植在凹槽里的幼苗呢，除了已经覆土填平之外呢，中间另外挖出凹槽，趁修整清淤一旁蓄水池的机会呢，在中间凹槽处先摆进了大瓶，提供蚯蚓食物因为大瓶也有办法在湿的土壤存活等它干燥后，在中间凹槽处呢，才又加入了从水池挖起的高肥量淤泥除了增添肥量之外呢，
中间凹槽算是半封闭的菜床内拿来处理淤泥与淤泥内的草籽，还算是不错的空间不会四散出去至于1个月后才长出这样的草量呢，在草籽还没有长出，等杂草长高一点之后才进行处理算是比较省事的时机点了。至于除草的位置呢，可以蹲在比较低的左侧走道，效率比较好之外，也会更轻松了。这也是为何一开始将杂草埋在菜床左侧的原因了。清理完杂草之后呢，顺道将中间已经板结的淤泥打松拿来覆盖玉米的底茎提供肥力，也可以增加玉米的支撑力另外改成在中间挖出新的沟槽呢，对于肥力不足的土壤可拿来施肥或是定点浇水直接让水流过去会更省事方便。整理完毕之后，就可以采用定点方式浇水了。定点浇水，个人习惯使用在高大的作物上可以比较快速，也不需要走动。另外，让水只在沟槽里流动呢，不但可以比较湿，也不容易担心水外流导致一旁容易长草。浇水的时候呢，就顺道说明一下，为何花那么多功夫将这附近的菜床都改成南北向南北向的菜床对于高大作物或是棚架影响比较大。在台湾西岸呢，冬天吹的是东北季风风向比较接近北风从玉米植株上就可以发现为往南边倒棚架若是搭设东西向呢，迎风面就会变成整面新手搭的棚架呢，很容易就倒塌或歪掉而在夏天时的台风是西南风、南风被吹倒更是家常便饭这也是本季调整设施的一大重点至于环绕水池的好处呢，除了方便蓄水，浇水上也可以非常快速除了内部的蒜头得在内部浇水，其他位置就沿着水池浇水就算垫高种植也不用担心得时常浇水的问题这样浇水在低水位时，水渗下去土壤后，水往低处流的原理呢，水池还会有回收水的效果谢谢收看。